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底发年终奖时，公司发了一箱成人用品，一个抵1000。今年公司效益好，每个人的奖金都涨了，老板兴致勃勃，同事们面面相觑。这款产品供不应求，发这么多便宜你们了，正好过年拿来当礼品，送亲戚倍有面。可公司的年终奖包括所有销售提成，我爸就等着这笔钱做手术。幸好我是公司的销冠，手里还拿着公司新一年的销售合同。我拿着合同找老板商量，他却扔给我一箱 BY 套，知道你贡献最大，这是私人给你加的奖金，实在缺钱，你自己卖出去不就行了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看着面前大大一箱成人用品，我不可置信看向财务姐，入职前不是说好的所有提成到年底当年终奖一起发吗？这些产品是开玩笑的吧？今年公司效益这么好，我上个月还谈成了比上百万的国际订单。话没说完，财务王姐满脸不爽地打断，这就是公司今年的年终奖，知道你贡献最大，老板还特意叮嘱给你多发10个，怎么你不满意？别人都没说什么，就你们这些销售，平时公司见不到人，发年终奖还特别多废话。可这是年终奖吗？哪家公司年终奖发成人用品的？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正想和王姐理论几句，看着她有意无意地翻着我的报销单，我闭了嘴。王姐是老板的小姨子，平时看我们这些销售就不爽，以前报销时就各种刁难，1000块的差旅费发票，她非要挑各种错，只给我们报一半。这次报销包括年底请客户吃饭、送礼等许多应酬活动，我几乎垫光了所有钱。好不容易各个部门都签完字，只等王姐签字画款，命脉抓在别人手里。我看着她手里的报销单，眉心一跳一跳的，不敢再提年终奖的事，只敢说好话。王姐也是人精，知道我有怒不敢言，笑着一边继续看着报销单，一边规劝我，小李呀，公司最不缺的就是你们这种没文化、没学历的销售。老板也是心软，给你们发这么多。要我说，公司愿意收留你们这些读书不好的，已经是大发慈悲了。你要懂得感恩。他说完顿了一下，看着我，等着我答复。我连连称是，感谢这一年来他对我的照顾。王姐满意的点点头，手在我屁股上狠狠地捏了一下，才在报销单上签字。妈的，这老女人！我心中咒骂一句，强忍着不适，抱起那箱年终奖去找老板要个说法。老板这人套路深，入职这一年我时常踩入他的陷阱，所以不愿意去找他。本以为给王姐开几下油，他就能松口，偏偏这次他嘴紧得很，咬定公司现在没钱，以货抵资，这是很正常的操作。呵呵，5万年中加上10几万提成，说抵就抵。如果是电子产品、手机、电脑什么的，我还能去闲鱼上卖。这成箱几百个成人用品，卖给谁去？你说年终奖要钱，不想要东西。小李呀，你自己也是做销售的，知道我们这些货有多好卖吗？市场价1050元一个，我按1000一个折成年终奖，你拿了几个？200个呀。老板语气夸张，满脸心疼地看着地上的那箱产品。我给你多发了1万年终，你是不是该谢谢我？算了算了，你今年业绩好，我不和你计较了，赶紧去做年终总结吧。老板3两句话把问题甩到了我身上，没感谢他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提起一口气，在心里斟酌，再三开口，谢谢老板。
但我不能让公司亏钱，这箱东西还是折成现金给我吧，20万多的那些算是我感谢公司对我的栽培。老板抽烟的手一顿，说话的语气中带上了严肃。小李，你这是对公司的决策不满吗？我亏了都没诉苦，你倒是不满了。别以为自己是销冠就能横着走，这公司还没跟你姓，销售哪里都有，少你一个有大把的大学生求着来。可是大学生哪有我拼？我小时候没人跟我说读书的重要性，成绩也不好，大专毕业就出来工作，能做成销冠靠的是不要脸。我真没想到老板比我还不要脸。老板点了根烟，翘着二郎腿，老神在在地敲打我。小李，你来公司也1年了，我不要求你把公司当家，可咱们自家的产品你得去用用。我知道过年嘛要钱买礼品走亲戚，能理解，我太能理解了，所以我才发的公司产品。这款产品供不应求，你说出去，哪个人不知道它？正好过年拿来当礼品，送亲戚倍有面。小伙子脸皮薄，等过完年回公司，你一定会感谢我的。老板软硬兼施，一通话说完就开始感人。平时在客户面前巧舌如簧的我，此时涨红了脸，满肚子的话哽在喉咙说不出来。这话说中了，老板直接找理由辞退我。我不仅拿不到钱，连工作都保不住，可话说轻了，就像现在这样被他打发走，还被教育一顿。说白了，老板根本就不准备发钱，他准备拿这些东西打发我，拿捏我，甚至准备过河拆桥。如果我明年还想干，就得吃下这个哑巴亏。想到如今外面的就业形势，我又看了眼地上的东西，心一横，拿着就走。小子，跟我斗，嫩了点，老子就是故意的。花这么多钱请书都不会读的大专生，真是亏。明年还得想想办法，把他们的平时工资降下来。身后是老板得意洋洋的声音，听得我捏紧了拳头。回到办公室，销售部的同事都围过来打听情况。李哥，怎么样？老板同意发钱了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，和他们说了财务和老板的态度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们经理偏偏这个时候请年假出国旅游，我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都没通。你还没看出来吗？经理和老板是一伙的，他是故意出去旅游的。听说整个公司只有我们部门发了这玩意，太埋汰人了。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在卖情趣用品，这怎么好意思拿回家？我觉得老板这是打算辞退我们。又是一阵沉默。00后林子轩甩了工牌，突然提高声音：我们集体罢工吧。他留红光就是故意的恶心我们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非得在这受窝囊气。只有零星几个同事跟着他甩了工牌，剩下的和我一样，不是家里有年迈的父母要养老，就是有孩子生活压力大。说实话，老板给我们5100个月的基本工资，在销售中算还可以的。老板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博士不好找，可大专、大学生销售一抓一大把，我们走了还有别人。临近年关订单本来就不多，集体罢工根本威胁不了公司。小林，你们年轻人机会多，还能出去闯，我们这个年纪的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忍着。他能发基本工资就不错了，我熬到退休就满足了。老马唉声叹气，花白的头发仿佛更白了一些。听着同事们的话，我想到老板在我离开时毫不避讳的言论，心中隐隐升起担忧。不等我多想，电话响起，是我妈从老家打来的。她和我说我爸病了，等着我的年终奖救命。儿子，你爸病了有一段时间了，
我们是怕你担心，一直没和你说。这不是算着还有几天要过年了，你们年终奖发了吧？你爸要搭2根支架，医生预计要10万元。儿子，爸妈知道你难，可爸妈也没办法了。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泣不成声，我咬紧牙关承诺：妈，年终奖马上就发了，你放心，带爸去医院治。前这2天就打过来，老板，那直接去是行不通了，有没有可能申请劳动仲裁呢？我连忙打开手机百度相关信息，结果让我背脊发凉。刘洪光压根就没想过发年终奖和提成，劳动合同上只写了基本工资，没有提一句提成和年终奖。他欺负我们文化程度不高，早就下了套让我们跳。可要不是有提成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拼的卖货？甚至连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因为我卖成人用品丢人而和我分手。我脑子嗡嗡作响，看着地上的那箱货物，再看看沉默准备吃下这个暗亏的同事们，一时有些无措。手机传来我爸住院的照片，还有银行的催费单。最关键的是，那些提成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。如果我还想在这行混，如果我还想要我爸得到及时的治疗，这笔钱一定得要回来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我拿起手机，立刻联系起几个刚送过礼的客户，再约他们年前一聚。平日和这几个客户的关系处得不错，陪吃陪喝陪唱，伏低做小，忙碌1天1夜。几家客户总算松口答应提前续约，手握几百万的意向书。我就不信老板不把年终奖给我。一顿饱和顿顿饱的道理，连动物都知道。老板经营这么大一家公司，不会不懂吧？第2天一大早酒还没完全醒，我就拿着续约合同再次来到了老板办公室，却听到里面的调笑声：姐夫，你说我这个主意出得怎么样？今天那帮小年轻憋不住来提离职了吧？我可是帮你省了一大笔补偿金和年终奖，你要怎么奖励我？你说该怎么奖励你？把李浩洋逼到你手下怎么样？我看你看上他了。姐夫，你太讨厌了，我心里到底是谁你不知道吗？李浩洋不就是有几分你年轻时的模样吗？房间里传来了暧昧的声音，我背后发凉。王姐居然对我存着这种心思，看来这个公司是不能待了。我拿完年终奖和提成，必须要走。听着里面的声音，我冷笑一声，拿出私人手机，按下录音键，手里又多了老板的把柄。我拿回年终奖的可能性又多了1成。我踹开大门，拿出工作手机，就是咔咔拍照。老板和王姐衣衫不整，显然是被我打断的慌乱。见我闯进来，老板一个箭步抢走我的手机，往地上狠狠一砸，怒斥：李浩洋，你是不想干了吗？呵呵，我就是故意进来的。我藏起手里的意向书，指着地上的手机威胁：老板，我不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，你把年终奖和提成还给我。老板冷笑一声，扫视一圈反问：什么秘密？你说我和小姨子坐在办公室讨论新产品，你说呀，我会怕你吗？你有证据吗？就知道老板会这么不要脸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想用那些视频。我假装愤怒地指着地上支离破碎的手机，证据都在手机里，只要我修好手机，老板你们的事就瞒不住了。听我这么说，老板松了一口气，狠狠地踩在破碎的手机上，直到这台工作联系客户的手机彻底没法修复，他才肯罢休。小李呀，这手机本来就是公司的财产，你持有期间出现损坏这事我就不追究了。他摆了摆手，催促我离开。我站在原地没动，死死地盯着老板。
老板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提成和年终这事昨天不已经解决了吗？你是对我的决策不满意吗？说着，刘洪光从办公桌上拿起一盒 BY 套，扔在我面前，一脸责备：小李呀，你来公司也有1年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把公司当成自己家呢？公司是没发你年终奖和提成，还是没发你基本工资？你自己就是卖公司产品的，怎么对我们的产品不满意吗？说完，他又坐回沙发，指着那箱拆开过的 BY 套，施舍道：知道你贡献最大，这是我私人给你加的奖金，公司最新产品，这一箱也不便宜，实在缺钱，你自己卖出去不就行了？这不就是你的本职工作吗？我真是被气笑了。他们准备大战的东西成了我的奖金，他还真做得出来。老板，每卖出一个产品，我有5%的提成，成为销冠能另拿5万的年终。这不是在我们入职的时候就说好了吗？现在你反悔，难道就不怕我告你吗？我查过了，你这样不发年终奖的行为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的。老板眯起眼，笑出了声。你有本事就去告吧，我们公司正规经营，不怕你告。李浩洋，我劝你拿着基本工资好好干，你一个大专生能拿到5000的基本工资，已经是我开恩了，非得和我对着干，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老板气定神闲，原本是套话的我，听到他这些话气不打一处来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刘总，我手里可是捏着公司最大的几个客户，你真不怕我辞职吗？老板讥讽，没读过大学的人脑子真是不好，你以为人家是为了你才签的合同，人家是为了公司的产品，离了你，他们照样买公司的产品。我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到底是谁给老板的自信？认为他的产品独一无二的，附近园区成人用品公司就有5个。刘洪光当初就是看这行利润高才做的，可他又不舍得花钱研发，市场上有好产品了，就买过来做高仿，走低端实惠路线。发年终奖的那些产品，是他最初走高端线但卖不出去的陈年老货，真当我们是冤大头了。见我一脸不服的样子，老板冷笑一声，昨天陪吃陪喝拿到了合同意向书，以为靠这些就能威胁我了。小李呀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待在原地冷汗直流，藏在背后的意向书此时仿佛成了笑话。昨天的客户里有刘洪光的人，他见我这么拼命也没拆穿我，按兵不动，等所有人松口才通知的刘洪光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就代替我提前给客户拜年，并给出了更大的优惠，想让他们直接同他签下订购合同。呵呵，我说了，把你的提成让给他们公司，你说他们是愿意和你签合同，还是愿意和我签呢？难怪他看到我时一点都不惊讶，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人家和你签的是意向书，和我签订的可是盖了公章的合同。小李呀，我还要谢谢你为公司做的这些贡献呢，哈哈哈。不过这是我和客户签的合同，销售提成可不能算你的了。我浑身发抖，满脸愤怒地看向老板刘洪光，你怎么能这么过河拆桥？这些客户都是我好不容易谈妥的，你这样以后谁还愿意当你的销售？刘洪光此时也不装了，甩来一张辞退书，你不愿意当自然有人愿意做，你把客户交接给小夏，明天就不用来了，太过分了。我上前一步撕碎那张辞退书，怒道，不给我赔偿金就想要我走？老板，我读书成绩不好，不代表我蠢，基本的法律制度我还是懂的。老板淡定地拿出员工手册，
念道：“李浩洋，你上班期间饮酒违反公司制度，公司现在有权辞退你。公司有专门的法务，随便指出一条，我就根本没办法告赢。终究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”我带着一大箱成人用品和不多的私人物品离开公司。老板在我离开前还指着王姐嘲讽：“小李呀，如果活不下去了，我小姨子这还有份好工作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老板还是替你着想的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，旁若无人地搂着王姐离开。我这时才拿出那个一直在录音的生活手机，按下了停止录音键，离开公司。我看着出租屋里整个销售部的成人用品，给客户打去了电话。果然，因为刘洪光的阻拦，原本要和我签订合同的客户拒绝了我。小李呀，你们老板给的价格实在太好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放心吧，明年的低端线产品我依然和你签。这些都是场面话，商人谁不是利益为先的？赵总，我已经离职了。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通知他我已经离开公司，产品的售后和我可没关系。赵总叹息一声，表示惋惜，客套了半天挂了电话。我又给其他几个客户打去电话，直到全都打完，我才长舒一口气。刘洪光只怕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栽了个大跟头，他急着想要拦截我的订单，一大早带着公章亲自上门签的合同。好几个地方不到2小时跑完并签了合同。刘洪光并没有详细询问预定的产品到底是什么，他默认我为了拿订单威胁他，卖的是公司销量最好的低端线产品。既然知道他的为人，我怎么可能再这么蠢地为他卖货？我卖的自然是他发给我们的那些上千元一个的成人用品。销售部同事手上的这些产品，大概是仓库里所有的库存货，加起来足足有1300余个。我以批发价的8折的价格卖给客户，客户自然是愿意的。而同事们能把手里的这些羞人的货变成现钱，即使损失一些，他们也是愿意的，避免夜长梦多。我们约定在年前交货，本来今天我要把货送过去，没想到刘洪光搞了这么一出，货是卖不出去了。但我一点都不着急，这些高端线的产品早些日子就因为销量不佳，不再生产。生产设备也经过改造，投入生产低端线产品。也就是说，刘洪光想要短时间拿出产品，不赔付高昂的违约金，只能从我手上卖货。那这货到底是1000一个还是1500一个，就是我说了算了。等刘洪光找我的日子，我也没闲着。我爸的手术迫在眉睫，10万手术费，我向同事朋友借了5万，还有5万我找了刘洪光的老婆。前老板娘和财务王姐虽然是亲姐妹，可2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。前老板娘为人凶悍，本来就不同意刘洪光干这行，以前经常在公司盯着刘洪光，直到王姐来上班，才把监视刘洪光的工作交给了自己妹妹。后院起火，我想他很愿意要我手里的这份录音。果然，我把老板和王姐的暧昧照片发给前老板娘后，她主动找上了门。这次我学乖了，主动咨询了律师相关法律，毕竟我书读的不多，专业的事还是要留给专业的人做。在专业律师的指导建议下，前老板娘用5万元交换了我手里的证据。把钱打给爸妈后，我脑子里那根紧绷的弦总算是松了一些。前老板娘没走多久，刘洪光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他咬牙切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焦急：“李浩洋，你小子居然关机，让我好找。”我贱兮兮的回答：“老板，
我的手机还是你弄坏的，你不会是忘了吧？刘洪光一滞，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压住骂人的脏话，问道：你现在在哪里？我马上过来找你。我装傻充愣，不回答他的话。刘总，我都离职了，所有手续都走完了，您公司的售后可不归我管，我马上要回老家了，您就不用这么客气送我了。没什么事我就挂电话了。我佯装要挂电话，果然电话那头的刘洪光装不下去了。别，小李，你不是要求我发钱不发产品吗？我考虑了一下，觉得你说的确实有道理。你那200多个产品，我以300一个的成本价回收怎么样？你放着也是放着，不如卖给我，拿了钱好好的回家过个年。我听笑了，他也知道这玩意的成本价只要300呀。当初给我们算年终奖的时候，怎么折成1000一个了呢？到这种时候了，刘洪光还想着坑我。刘总，您这就说笑了，是你说的，实在缺钱就拿着产品去卖的。咱们家的产品确实好卖，我一下子就卖出去了。想到电话那头刘洪光的表情，我心情就很好，也多亏了你的提点。现在我准备去送了货就回家，听到我的货还在手上，刘洪光急忙大喊：小李，你等等，你那些货多少钱卖的？我比他出的更高，只要能把你手里的货给我，价格咱们可以谈的。我假装听不懂，坚持要把货卖给别人。刘总，我们做销售的最忌讳的就是出尔反尔，我以后还要在这行混呢，不能违约。你也理解理解我，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些高端产品，再生产不就行了？没必要来为难我吧。话说到这里，刘洪光彻底和我撕破了脸。妈的，给我装蒜是吧？吕浩洋，你设陷阱给我跳是吧？合同是你去谈的，你会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些货？我告诉你，也就是你手里的货多，我才先给你打电话，真以为老子怕你不成？说完，他挂断电话。我气定神闲地喝了杯咖啡，电话又打了进来，还是刘洪光。和刚刚嚣张的态度不同，这次刘洪光的语气里带着隐忍。20分钟足够他打完每个销售部同事的电话。小李呀，我才知道公司的那些产品都在你地方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害得我还去其他人那里问，你拿着这么多货也不好卖。这样吧，我批发价250一个全收了，怎么样？你点个头，我马上签合同打钱。我也是看你是公司老员工的份上才这么爽气的，你可别不识趣。我没说话，笑着播放早就录好的录音。小李，你这批货的质量不错，还有货吗？我有多少要多少。你不知道，最近欧美市场缺了一批高端货，大家都急着收货，你可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呀。是啊，其他公司也在收这类货物，你公司还有没有货？我全都收。刘总，不好意思，货我都卖了，马上准备交货。你给我250一个的价格，我连违约金都不够付，怎么可能卖给你？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挂了。别，刘洪光咬着牙说，我给你500一个，够你付违约金了吧？按照行规，赔付产品价格2倍的违约金。刘洪光愿意出500，真的是不低了。呵，这不过是我年终奖的一半，我怎么可能松口？我略一犹豫，还是拒绝。刘总，我知道你很想要这批货，可是卖给你和继续交货我拿到的钱是一样多的，我何必违约，坏了自己的名声？小李，怎么还在打电话？快来交货了！我继续播放录音。刘洪光彻底慌了，我可以再加价，你说多少愿意卖？我顿了顿，盘算着刘洪光能承受的最高价位。如果他按照正常合同签500一个的价格，和他违约价也差不了太多。可惜
他生怕提前签约的客户违约，在违约金的倍数后多加了一个零，2倍变成了20倍。如果违约，每个产品他要赔3000元，1300多个产品他要赔近400万。他自然是求着我手里的这些货。刘总，我要的也不高，1500一个，我把手里的货都出给你。听到电话那头，刘洪光咒骂了一声。我冷笑，刘总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也没逼着你非来买，我这边马上要交货了。你如果同意这个价，我还要把产品都收回来，如果不同意那最好，我也不麻烦了，直接交货了。我催得急，刘洪光来不及考虑，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。行，我把合同发过来，你马上签字，生怕我反悔。刘洪光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发起了签约。我挂了电话，把刘洪光的合同发给了律师。上过一次当以后，我做事更加小心谨慎。律师表示，违约金超出了正常范围，我有权要求更正。我当即签字。这20倍的违约金可太棒了，我还怕违约金不够多呢。刘洪光那头签了约后，立刻打来了首付款。小李，反正你也在送货，干脆直接把货送过来，运费我出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刘洪光这次打钱非常爽快，上百万的钱打到我的账户时，我才彻底的放下心来。扣除税费后，我把钱按比例一份一份的打给那些把产品委托给我、完全信任我的同事们。这钱比预想的要多得多，拿了钱，他们才敢集体辞职。这一天，刘洪光损失的不仅仅是那些买货的钱，还有整个为他卖货的销售部。还清了钱，退了出租房，我拿着年终奖和提成回了老家。我爸的手术非常成功，我又打了10万给我妈，让她请个护工，别累到自己。我妈笑着和我说：“洋洋，现在都是微创手术，没那么夸张啦。终究是读书不够。”这次在老家过完年，我准备拿着这些钱考个大学，好好的给自己镀镀金。过完年复工的第2天，老马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你猜怎么着？刘洪光把低端产品的生产线都撤了，改成了高端产品生产线。咱们经理劝他，他都听不进，还骂经理傻逼。经理气得辞职了。现在整个销售部只剩我一个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退休。我心中同老马说了声抱歉，继续问起了刘洪光的情况。刘洪光因为这批货销售得十分顺利，对欧美需要高端货这一说法深信不疑。公司生产力有限，要生产高端产品，必须牺牲低端的高仿品。他竟然真的换了生产设备，准备放弃薄利多销的低端线产品。大概是这一笔被我宰得太狠了，他急于回本，只是不知道他知道真相后是什么反应。老马还在喋喋不休，我好奇地打断：“马哥，王姐现在还在公司吗？她是老板的小姨子，能不在吗？只是你走了，她的骚扰对象成了办公室的小杨。小杨啊，他背景可不一般。”老马把公司发生的尽事都和我说了一遍，直到下班才挂了电话。销售部门没有同事，没有领导，就他一个人。反正年底也没年终奖，老马拿着基本工资，准时上下班，在办公室摸鱼聊天，好不自在。我打开成人高考复习用书，一边看书，一边疑惑，为什么拿到证据的前老板娘到现在都没有发难。很快，我的疑惑就得到了解答。前老板娘是个狠人，要么不动，一旦出手就要闹大。我看到这个消息还是在热搜上，当天原配捉奸，小三居然是亲妹的视频在全网流传，
好几个依然在联系的客户还来找我聊天吃瓜，我这才知道，前老板娘这么多天早就把家里的资产都转移了。为了给刘洪光和王姐教训，她才按兵不动，等聚集起家里的亲戚，她才带人捉奸。刘洪光和王姐算是彻底社死。这时，厂子这边也出事了，大批量生产的高端线产品滞销，而低端线产品也因为资金问题，没钱购买原材料，无法生产。原本刘洪光是想抓住这个时机，完全没想过一切都是我的算计。等他现在反应过来，也是自顾不暇。因交不出产品，刘洪光吃了不少官司。毕竟去年整个销售部签了不少订单，没了销售部，积压的高端线产品卖不出去，恶性循环。这也算是他自食其果，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。那时高考将近，我全身心投入学习中，不再关注刘洪光那点破事。高考前一天，我接到了刘洪光的电话，他语气中的疲惫透过电话传了过来。小李，你回公司来工作吧，我给你开6000的基本工资，给你10%的提成，只要你能把那些产品卖出去，我们都可以谈。我没吭声，等着他的下文。沉默了近1分钟，刘洪光终于忍不住了。小李，当初你能把那些货卖出去，现在一定也能成的，对吧？你放心，只要你现在回来，以后就是公司元老级的人物，一定不会不给你发年终奖的。王金凤，我也帮你开了，他乱搞办公室关系，在这座城市都混不下去了。你放心，他再也不会来骚扰你。刘洪光饱含希望地等着我答应。我翻了一页书，回答：刘总，当初你教育得很对，博士生不好找，大专生、大学生销售1块砖都能拍到3个，所以我回老家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上本科，读完本科再考研考博。咚！只听到一声巨响，电话对面一阵嘈杂，是有人喊救护车的声音。我挂断电话继续复习，低头恰巧是一句古文：缺德之行，如影随形，报应不爽，天道昭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